美国巨债压身，中国出手相助，这拜登为何开心不起来呢？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许说。美国国内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那就是债务违约。比较关注这个问题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是超过了31万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而且根据美国财长耶伦的分析，财政部的储备现金将在6个月后消耗殆尽。如果届时不能够提高上限或者找到解决危机的好办法，那美国政府就要面临关门大吉的尴尬境地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耶伦就把目光看向了中国。他不仅提出访华的意愿，还几次三番要求中国购买美债，以缓解美国的经济危机。虽然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一直以来都在拼命地打压中国，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步伐，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还是出手相助了。因为中国深知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道理。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3月份增值美债205亿美元，成为增值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同样也增值了59亿美债。这对美国来说呢，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啊！要知道，从去年8月至今年的2月，中国连续7个月减持的美债达到了将近3000亿美元。但这突如其来的增值不仅让中国的老百姓看不懂，就连外国专家也是大呼意外。毕竟日本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以及附庸，在美国经济危难的时刻增持美债情有可原。但是在美国不断的在我国主权问题上狂踩红线，大搞产业链脱钩和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中国为什么要给其雪中送炭呢？这完全没有必要嘛。其实中国之所以会出手，除了是为了向美国展现我们的本意和善良以及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外，还有就是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因为从3月份开始，美债价格上涨，中国出于投资需要增值美债也无可非议。而且除了中国增值205亿美元的美债之外，在美国全球前20大美债持有国和地区当中，只有德国减持了一些，剩下的所有国家都增持了。虽然多国增值美债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能让美国的经济得到缓解，但实际上这根本无法解决美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也阻止不了美元正在迅速失去其在全球经济当中主导地位的趋势。所以就算中国增值美债，拜登也开心不起来。而且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报告的同时，去美元化的队伍又增添了一名新员。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美国利用自身霸权优势去制裁其他国家的行为，让世界感到非常的厌倦和恶心，所以全球范围内才会涌现出许多替代美元的倡议。委内瑞拉也很有必要融入这个倡议当中，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由此看来，世界真的是苦美久矣了。那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不再使用美元作为单一的金融主要货币了。对此，我只想说，去美元化已经是大势所趋，美元霸权没落也是迟早的事儿。不过呢，这也怨不得任何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种种的倒行逆施才让自己人心尽失，造成今天这种局面。这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是毁在了美国人自个儿手里。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